这是一条让我思绪一下子回到上海的小巷子，很有小时候玩耍的上海弄堂感觉。穿过这条小小的路，就到我们今天要坐公车的站台了。这样的小路还有一点上海的感觉，但是呢，除了路边的摩托车实在有一些多了。虽然来了台湾5年，但坐公车的经验不算多，所以每次坐公车出行，站牌的信息总是要研究一下，不时需要拿出手机对照有没有等错方向。这个站台在我看来非常独特，后面似乎贴着一家民居，不知道屋主人每次进出会不会困扰，而门外座椅又不知道是谁给予的方便。台北的公车跟我记忆中的上海公车有很大不同的一点，就是前后门都能上下车，还有一般上下车都需要刷卡，下车前还要按铃，否则司机可能就直接过站不停车。有些公车上还会设有专门给轮椅固定的绑带，但是不太清楚轮椅要怎么上下车，还是司机会下车来帮忙，那好像也不是特别便捷。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士林区的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。如果有长期追踪我的观众应该知道，这是之前一次民主投票决定去阳明山竹子湖的后续。觉得要去科学馆的人举手，1票。觉得要去山上野餐的人举手，3票。3个人同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从上海搬来台北生活，是一个2宝爸，同时在一家旅行社做美编，时不时分享一些在台湾的日常生活。门口的永动机滚球装置一直会吸引一大群小孩驻足。今天有一个会动的画特展，但是看了一下票价，小朋友都要450一张，成人要480一张。如果我们全家都去的话，2000块就没有了，还是蛮贵的，就算了吧。好，一人选一个，沈妹妹真的动作很快，可以吗？你这个满意吗？好吗？好，那手来喷喷哦。特展的视频广告引起了小朋友的注意，吵着要去看，为了省钱，就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干来安抚他们，感觉自己像一个驯兽师。好在小朋友也确实很容易安抚。馆外地下这一片空地，看来在建造餐厅还不知道商店，让科教馆变得更丰富。走进去，它的常设展要先上2楼，验票进入后再上到3楼。2楼是餐饮和休息区，但2楼真的没什么可吃的。今天第一个特展是人类的好朋友搜救犬科普展，训练那种帮你忙的狗狗，有各种狗狗会帮你忙。狗狗的鼻子，找，这个也是，都是搜救，都是在山里迷路的，然后去帮你找。对，它应该不能进去，对，它是给你看的，不能进去，对，它会钻洞。再到旁边的展厅，其实展览内容很不错，但是布置有些随意。一张张 4A 大小的打印纸上密密麻麻的教科书式内容和操作说明，显得门槛挺高的。原本很有趣的操作实验也变得乏人问津。旁边展示了一台可以自行调整高度、角度等参数，会挥杆击球的机械臂，初见的时候还挺新奇的。说到这里，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次中国春晚的一档机器人功夫秀节目？我看到的反应是挺震撼的，因为有些机器人调整重心的动作已经和人类相差无几了。我是不太懂原理，但想来调整重心的小动作和整体全录的程序应该无关，这样就比较恐怖了。也就是机器人自己能知道要做什么，而不是完全遵照人类设定的程序。我在 FB 上有刷到一些取笑的贴文，联想到古龙的一本武侠小说《圆月弯刀》，其中开头的主角丁鹏刚出道时用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众多武林名宿，而后因为剑谱被盗而失利。可见好的武功秘籍一定要藏好，或许在神功未成之时被人取笑画虎成犬也是好事。好了，这里不做延伸了，毕竟这是一部亲子出游的 vlog。随后我们跳过3楼的人体科学馆，直接到4楼来看动物标本。因为来过许多次，所以一通走马观花。倒是一个小互动吸引了我们，是讲生物繁殖体系的，有的靠量大，有的靠质优，本身的科学内容也很亮眼，但是在点击的过程中，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上海做设计的时候，几乎每周要出一套这样的用户交互视觉界面，从画面到动效设计，以及整套的点击流程逻辑，想想还是挺怀念的。中午时分，来到科学馆地下新开的美食天地。以目前旁边还在新建的情况来看，应该将来还会更大。现在只入驻了6、7家品牌的样子。现场看起来供小于求，所以每一家生意都不错。对，它有放大一点辣。这一份多少钱啊320。哦，这个面，加油！谁教你的？学校吧。啦啦队啊！今天不光要用科学进行头脑充电，户外活动也要让身体充电，或者是放电。所以饭后休息了片刻，我们就来到了外面的美伦公园。标志性的 Stereo 卡通人物褪色有点严重了，也不妨碍小朋友在前面拍照打卡。这个公园占地很大，分别有一块设有小型滑梯、跷跷板、摇摇马等幼童玩乐区，和大孩子可以玩的攀爬滑梯、跳床等综合区。另外旁边还有宽阔的山坡草地，小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一下午都不会腻。这怎么讲？我休息好了。你休息好了？哎，玩到停不下来的时候，驯兽师不得已又拿出小饼干来，规定他们做好吃，吃完就要准备回家了。小孩子的倦意也确实需要安静下来才能感受到，否则他们可以玩到彻底透支。透支后他们会非常不受控，这样家长会很辛苦。经验之谈就到这里，我们也该回家了。
那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